王爷，今日看你的心情不是太好，刚才那么的用力，是因为陶七七的事情吗？哼，陶七七能活着出来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没想到他背后居然有这么多人在帮他。现在连他身边的那个丫鬟都不拿我当回事，我真想趁这个机会杀了他。他现在已经成了残废了，南宫景就算对他有些怜悯而已，对他们肯定已经没有情爱这些东西了。这个时候你要是送到南宫景面前，他难道还会不要不成？南宫景现在全部的心思都在陶七七身上，哪里还顾得到我？今日我去找他，他居然对我有些不耐烦。全都怪那个陶七七。齐王，有件事我还没跟你说呢，我想我再不说的话就要来不及了。什么事？我怀孕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？要是我早早告诉你，这个孩子保不住怎么办？我还不是想给齐王你留个种吗？本王忽然想到一个办法，让南宫景接手本王的孩子，一想到就让人很痛快。那也要南宫景娶我才行啊！现在蒋丹秋刚死，他绝对不会再娶侧妃的。这段时间他肯定一直守在陶七七身边，你还能有什么办法让他娶我？要是能说服梁妃帮忙，那就事半功倍了。你不是说梁妃因为这件事被禁足半年吗？她还能帮什么忙？她会帮忙吗？她还有个杀手锏没有亮出来，况且失去了蒋丹秋这个妻子，就要找别的来代替。她知道南宫景越来越不被她控制，所以更想找个人控制住他。还有能比你更合适的吗？那就要齐王替我引荐引荐。岳丈大人。誉王，我可怎么担得起你这一声岳父大人呢？你可是将我的女儿照顾得很好啊。岳丈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七七，您教训的是。我就这一个捧在手心里的闺女，本来她喜欢你，嫁给你，我已经不愿，但是她既然喜欢你，我这个做爹的也就不反对了。可你却一次次让我失望。带我去见七七。闺女，爹，你怎么突然就来了？爹要是早知道你在这里受的是这样的罪，应该早早的将你接回府中啊。爹，我也不是想让你担心，所以就让他们别告诉你。谁知道这件事情还是让你知道了。哎呀，你现在这种情况还是小事儿吗？你知不知道爹知道你受伤的事儿有多心痛啊？爹都觉得对不起你死去的娘亲啊。那爹，你要是知道现在在你面前的陶七七已经不是原来的陶七七，你的亲闺女早就一命呜呼了，那岂不是……哎，七七啊，爹还是希望你是以前那个事事都麻烦你爹我的小女儿啊。爹想过来见你的时候，我的小女儿哭成泪人的样子，但是却没想到她比我想象中要坚强太多了。从前那个只会哭着跟爹撒娇的女儿，好像突然之间长大了许多呀。爹想永远护着你，不想你长大，也不想看你受这样的苦啊。爹，陶七七忽然之间有些哽咽了。她是孤儿，从小跟着师父满世界的闯荡，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是什么样子的感觉。闺女啊，你是爹的心头肉啊，爹看见你现在的样子，觉得十分愧疚啊。爹爹，爱御医说了，只是有很大的可能我站不起来了，不过我站起来也是有可能的。您别担心，我会好好配合的，一定会好好的站起来。虽然在慎刑司的时候女儿生不如死，但是我现在不也好好的吗？王爷，宫里传信出来，梁妃娘娘想见您一面。不见。哦，来送信的人说让王爷先别急着拒绝，看完信后再决定要不要去见梁妃娘娘。岳丈大人，有件事本王想要请教岳丈大人，不知岳丈大人有没有时间与本王说上两句话呢？何事啊？当时本王的母妃到底是如何死的？
岳丈大人应该清楚吧？能否告诉本王？后宫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我没有神通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知道。当时这件事情还牵扯出3司会审，岳丈大人会不清楚吗？我的母妃是怎样被害死的？她的卷宗一定会经过岳丈大人之手。岳丈大人是真的觉得我母妃有罪吗？事情已经过去14年了，誉王，你现在所求的真相也已经不是真正的真相。这真相一旦说出来，未必是你能接受的。我身为他的儿子，我有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的权利。我母妃当年被冤死，我绝不可能让这件事就这样过去。莫要让仇恨蒙蔽了你的双眼。我知道你不想来见我也不过是因为想知道你生母的死因。我不想跟你废话。这件事关乎着14年前皇室的秘闻，本宫本不能将这件事告诉你。你什么意思？那你叫我过来是做什么？你别急，既然我告诉你，我能将你母妃的真正死因告诉你，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拿这件事来要挟我？我自己也能查到当年的真相。你要是真的能查明白，也不会查了3年也查不到真正能接触到真相的线索。我不是要挟你，是要跟你做个交换。如果你觉得不值得，那你就可以不同意。你要什么？本宫要白子嫣做你的侧妃。你不是对白子嫣做我侧妃的事一直都不同意吗？这次为什么要这么急于让她做我的侧妃呢？你必须娶侧妃。陶七七现在的样子，你们一定是不能再开枝散叶了，所以你需要一个侧妃。你宁愿让一个你厌恶的人嫁给我，也一定要我娶侧妃？是，你非娶她不可。我要知道14年前事情的真相。14年前，本宫也是才入宫1年，当时我还只是嫔位。陈妃那时深得圣宠，她是藩邦塞外的公主，那个时候宫中谁的宠爱都不如她。后来陛下只专宠她一人，还想将你直接立为太子。这一消息传到朝中，大臣们自然多的是反对之意，其中以陶丞相为首之流的大臣们反对的最为厉害。为此，陛下焦头烂额，还下令将朝堂上的几个重臣下天牢问斩。但这样的行为更加惹恼了那些朝臣，更是联合上书让陛下赐死陈妃，以正视听。陛下自然不愿，朝臣们纷纷罢官，而且京都的传言愈演愈烈，说陈妃是妖妃，她一日不死，整个大雍王朝必然不会长久。那段时间可谓是京都最混乱的一段时间。陈妃是藩邦公主，没有什么原因是不能赐死的，这样有碍两国的和平。那些朝臣逼得甚紧，陛下没了办法才去求陈妃。陈妃深明大义，当晚留下遗书，喝下毒药，死在了寝殿中。当年这些事是陶丞相一手操办，他作为使臣，带着陈妃的遗书去了趟藩邦塞外，了结了此事，这事才这样结束。陛下为什么会如此偏爱你？是因为你的母妃。你的意思是陶衡间接地害死了我母妃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说的话你可能不信，但是我没有必要在这件事上骗你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呢？陶七七的爹害死你的生母，这事我知道你无法接受，但这就是事实。如果不是为了让你娶侧妃，这件事本宫永远都不会告诉你。南宫瑾转过身，闭上眼睛缓了好一会儿。这件事情就如同砸碎他的骨头，然后又生生地糅合在一起似的难受。他是真的无法接受这是他母妃身死的真相，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答应梁妃会娶白子嫣为侧妃的。南宫瑾浑浑噩噩地回到王府中，将自己关在书房中2个时辰没有出门。他没办法将这件事情和任何人说，他查了这么多年，积攒了如此多的恨意，偏偏是在他真的爱上陶七七之后，却告诉他
真正害死他生母的是他爱着的人的父亲。怎么，有心事吗？你打算就隔着那么远看我？无论以后发生什么，你要记住，我是真的爱你。你突然说这些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？南宫瑾紧紧地抱着陶七七没有说话，他只有这样抱着怀中的人，感觉才能踏实一些。七七，别离开我。好，不离开。刘芳，我终于能名正言顺地跟在王爷身边，我马上就能做他的侧妃，陶七七也马上就要万劫不复了。小姐，我们忍气吞声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翻身了，到时候还不知道陶七七是怎么样精彩的表情呢。让他崩溃的事情可不止这一件。白小姐，王妃在殿中吗？我有点事想跟王妃说说。王妃在，但是王妃现在不想见任何人。可是要是去趟茅厕没有看到我呢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进去了？白小姐，我肚子太疼了，我先去茅厕一趟，我没看见您来了。算他还识趣。小姐，请。王妃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看门口没人就进来了，看样子王妃不是很欢迎我。你来干什么？啊，就是来告诉你一声，过几日王府中依旧会照常娶侧妃进门。蒋丹秋死了，王爷能名正言顺地娶我了。你过来就是跟我显摆这个的？白子嫣，你瞎折腾什么呢？如果南宫瑾真的喜欢你，不会这么久将你放在王府中没有娶你。你以为我会真的把你当回事吗？你不会真的以为王爷现在有多在乎你吧？眼睛看不见，腿又站不起来，誉王府的王妃是个废人这件事早就传得人尽皆知了。陶七七，你不会真的以为王爷爱你胜过一切吧？谁会跟一个废人过一辈子呢？不过是王爷现在留着你还有些用处罢了。想知道王爷为什么会娶我吗？是因为我肚子里已经有了王爷的孩子。若是王爷真的爱你，又怎么会让我怀上他的孩子，还一个字不说的要瞒着你呢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会的。王妃，你也太天真了吧。白子嫣看着陶七七痛苦的样子，越发的想要刺激她。王爷跟你做戏而已，你还当真了？我的孩子就是在被你打断双腿的那段时间怀上的。王爷日日是怎么在我房中度过的，还要我一字一句的说给你听吗？你胡说，你在骗我！你要是生了王爷的孩子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我不怕告诉你，蒋丹秋的死是王爷一手策划的，为的就是让我名正言顺地嫁入王府，更为了有个理由让你彻底成为一个废人，无法逃脱我们的掌控。是王爷亲手将你送进慎刑司，他是要你变成一个废人，只有这样你才不会发现我们的事。王爷跟我说了，他说王妃现在不过就是一个名分而已，他对你没有半分的情分。不要说，不要再说了。陶七七歇斯底里地捂住耳朵，越想阻隔白子嫣说话的声音，那恶毒的话却向陶七七的耳中钻去，将他心底的防线步步击溃。刘芳，我们走吧，免得在这里碍眼。是。齐王真这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陶丞相今日在朝堂上被陛下下了天牢，择日处斩呢。听说是王爷找到陶丞相通敌叛国的证据。安陵将军今日在朝堂上替陶丞相说话，还惹得陛下大怒，训斥了一顿呢。白子嫣掩嘴轻笑着，眼神透露着狠毒。她看着自己身上穿着的大红喜服，刘芳脸上的笑也遮不住。我们去告诉王妃这个消息，她一定会感激我的。是。
你去跟王妃说一声，白子嫣过来找她说说话。如果她不想见我，那就替我问问她，陶丞相的安危如何，她也不想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王妃不舒服，不能见你。不见也无所谓，只要你不怕你们王妃再晚些知道这件事会发疯，我也不介意。你进去看着，让他们去吧。好吧。王妃，白玉阁的白小姐要来见您。我来看看王妃今日的情况如何，看来恢复得很好啊。滚出去！王妃这话说的，我还有事要跟你说呢，怎么就先让我出去了？说着，白子嫣的眼神落在了乌元的身上。你出去吧。有什么话就当着他的面说，如果你没事要说，那就请你出去。好吧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今天才会过来，是因为我刚知道一件事，陶丞相今日被陛下摘了官职，关到了天牢中。你说什么？说是择日要处斩，因为我们王爷发现陶丞相通敌叛国的证据，陛下大怒呢。王妃，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可是连婚服都没有来得及脱下来，就过来告诉你了，就是想让王妃去见你爹最后一面。不会的，王爷不会这样做的。王爷为什么要告发丞相？因为陶丞相通敌叛国，只这一条就足够陶家满门抄斩。不过陛下是特赦王妃不再是满门中而已，这也是王爷给你的恩典。我爹不会通敌叛国，是有人栽赃陷害，是栽赃陷害。让我去见我爹，我要见南宫瑾，他为什么要陷害我爹？王爷不会见你的，你还是先去见见自己的爹最后几面吧。乌元，我要去见我爹。走吧，我们回去，别耽误王妃在这里伤心。带我去见我爹，带我去见我爹，求求你们了，带我去见我爹。林月，你带王妃出去吧，求你了。林月将床榻上的人抱起来。跟我走。你要带王妃去哪儿？王爷，王妃想出去看看。这么冷的天，为什么不多穿点再出来？他伸手要接陶七七。我来吧。你不累吗？南宫瑾，每日在我面前装成这副样子，你不累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到底要我如何才能放过我？七七，怎么了？七七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我爹不会通敌叛国，你为什么要冤枉他？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？你要恨我，要讨厌我，都冲我来！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家人？为什么你要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？是谁告诉七七这件事的？是谁说的？我要见我爹。七七，陶恒通敌叛国，让满门抄斩。父皇说不许任何人见他，他已经不是你爹了。他就是我爹，要满门抄斩就算我一个，要杀就连我一块杀。南宫瑾，我不用你可怜我，我能有今天，全都是拜你所赐。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我诅咒你，永远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。陶七七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别在这里胡闹。无缘，送你们王妃回去，不准再踏出殿门一步。林月，带我出去，我要去见我爹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凌月，王爷的吩咐你也不听了。我是王妃的下属，今日王妃吩咐我将她带出王府，我今日就算是拼死，也要将她带出王府。若是你要阻拦，我会不客气。七七，我相信伯父没做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一定会查清楚，还伯父一个清白。我们还有些时日，把事情交给我，别担心。他怎么对我如此狠心？我有什么好值得他算计的？
将我留在他身边，如此折磨我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这是他求而不得的女子，南宫瑾却这般糟践七七的真心，践踏她的信任。七七，我不会再让南宫瑾继续伤害你，相信我。将军，我们要见见陶丞相。将军，皇上吩咐了，谁也不能见啊！陶丞相犯的是大罪，奴才们也不敢放您进去啊。安陵怀疑拿出20两银子扔给了对面的兵丁。这些银子你们拿着吃些好吃的去，我们只是进去见一面，很快就出来，不会让你们二位为难。看着手中的银子，门口的这2位不可谓不心动，这都快抵上他们2个3年的俸禄了。一炷香的功夫你们就要出来，不然我们真的不好交代。好，多谢。爹，七七，你怎么来这个地方了？快走！爹，女儿不孝，当初不顾您的反对也要嫁给南宫瑾，如今女儿当真是错得彻底。哎，七七呀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怪爹有眼无珠，将你托付给了一个错的人呢。爹，南宫瑾为什么要冤枉你通敌叛国？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14年前的事情，认为是我将他的母妃逼死。这几日一直在朝堂上抓我的错处，却没想到我被人陷害，居然从我的书房中莫名出现几封我与藩邦来往的信件。这么说，你没有通敌叛国，是不是？当然，你爹我这么多年忠君爱国，怎么会做出那种下等之事？但是陛下现在越来越多疑了，有这些证据在，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。爹，我去告诉南宫瑾，你是被冤枉的，让他查清楚，您不是这样的人。哎，没用的。他现在认定我是害死他母妃的凶手，又在陶府搜出了我所谓的罪证，他怎么会相信你的话呢？爹，我不能让你冤死在这里，就算是死，也要让我死个明白。七七，你不要做傻事啊！大家，已经到了一炷香的时间，咱们……安陵怀疑点了点头，转头看向陶环。伯父，这件事还有我在，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你们不必再来看我了。爹！陶七七努力的不想松开手，被安陵怀疑抱着，只能和陶环分开。回到马车上后，陶七七一个人缩在角落里，把头埋在膝盖中，身体微微颤抖着。安陵怀疑却只能在旁边看着。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他上前，结果只会适得其反。陶七七将自己圈在自己的圈中，安陵怀疑坐在旁边静静地陪着他。誉王，你挡住路了。安陵怀疑我这王府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吗？我只是送七七回来，王爷你紧张什么？本王的王妃，本王自会照顾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没事。陶七七这样说了，安陵怀疑只能将她交到南宫瑾的怀中，又看了看陶七七，转身离开。七七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你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我真的想象不到，你还能再跟我做什么解释？南宫瑾，你当真是撒谎成性吗？陶恨与藩邦互通的信件被搜罗出来，他通敌叛国的证据确凿，我没有冤枉他。我爹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大雍朝的事情。难道不是因为14年前你生母的事情，你在针对我爹吗？你断定14年前是我爹害死你母亲，所以你现在就要害死我爹，是吗？是陶恨告诉你这件事的吗？ 14年前，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南宫瑾，我爹绝不会害一个无辜的人。你以为我会因为之前的事情就陷害他吗？是所有的证据都摆在那里，由不得你不信。我要和你和离！不，我请你南宫瑾休了我。不可能，本王不会与你和离。那就请你放过我爹。他所犯的通敌叛国之罪，你让本王如何能放他？南宫瑾，我给你跪下，求你饶了我爹。我求求你，你要怎么折磨我都行，求你放过我爹。七七，南宫瑾将人揽入怀中，不让他再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，伸手点住了陶七七的昏穴，令他昏睡在自己的怀中。睡吧，一觉醒来就什么事都过去了。将陶七七照看好，南宫瑾从芳华殿出来，林烨还守在外面。王爷，去再查陶恒的信与反绑我来的证据。是，属下遵命。那包药就已经给你们王妃用完了。昨天刚用完。好，这包药给你，这是今日要用到的药，你务必要给陶七七喝下去，顺便引开乌元和凌月，让我们的人好办事。这件事若是办成了，你就等着好日子吧。我记下了，流芳姐姐，这里不能久留，我先回去了。去吧。今日府中喜宴，南宫瑾的脸上没有一点喜色，将白子嫣迎进门后拜了天地，让人先将白子嫣送回去。他在宴会上照顾着宾客。哈哈哈！恭喜六弟喜得佳人啊！恭喜恭喜！南宫瑾举杯将酒喝下，转身要走，被九皇子叫住。六哥，我们好久不见了，不妨在这里多喝几杯。酒过三巡，齐王借口离开，可他却发现有几个人的眼睛却盯在他的身上。齐王一离开，蓝君言要动身，却被安陵怀疑按住。现在跟他走太扎眼，等等。要是早查出是他带着人在丞相府找到的信件，我们也不用兜这么大的圈子了。我还以为二哥跟我哥关系这么好，他是最不会害陶七七的，原来一直在背后搞鬼的人就是他。之前的事情也是他给我出的主意，我以为他是帮我，后来才知道他是要借我的手除掉他要除掉的人。我觉得齐王应该会选在今天动手，我一会儿去后面看看他去了哪里，你们在这儿看着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们先顶着。好，我来照顾王妃一会儿吧。厨房那边人手不够，你又会一些，那边正找你帮忙呢。我不去，今日王爷和那个人成婚，我是王妃身边的人，我还要照顾王妃，我凭什么去帮忙？乌元，你就帮帮忙吧。刚才后厨的人说了，人手不够，要你去帮忙。这要是你不去，他们去王爷面前说些不好听的，你要是被王爷罚了，还有谁能照顾王妃？果然，这些话是有用的。乌元看着床榻上的陶七七，有些不放心，但心里又知道桃园说的对，只能站起来看了眼身后的桃园。你要照顾好王妃。放心吧，有我在。桃园将刘芳给的那包药倒入了水中，看到药物迅速和水融合后，端起茶水来到陶七七的面前。王妃，喝点水吧，这样能舒服些。陶七七浑浑噩噩地喝下桃园给的水，躺下后又有些睡意朦胧。桃园看着陶七七的样子，退后2步，轻声说道：王妃睡吧，醒过来之后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变了。好热。一会儿就不热了，玉王妃。你是谁？是今晚要跟你共度良宵的人。南宫瑾今晚要与白子嫣同寝，让我来好好伺候王妃你。乌元！齐王腾出一只手，
捂住陶七七的嘴巴。别叫了，你的人已经被我支开，你还不如顺从了我，我还能让你开心些。今天没有人会注意到这里，所有人都在为着玉王妃的婚宴忙碌。齐王松开手，解着陶七七腰间的细绳。你别白费力气了。南宫瑾，救我！陶七七紧紧地攥着身侧的玉佩，身上的燥热让她万分难受，只有这样才能让她清醒一些。你想我六弟啊？我刚从他那边过来，没有他的允许，我怎么能来你这儿呢？你很快就妨碍不了我六弟和白子嫣了。陶七七无力地松开抓着玉佩的手，麻木地任由身上的人摆弄着，眼角的泪珠滚落到发丝间，消失不见。他好像脑中开始混沌起来。齐王见他不再反抗的样子，更加放肆起来，刚扯开陶七七的外衣，被人狠狠的一拳撂倒在床上。七七，安陵怀疑抱着浑身发烫的陶七七，喊了好几声都不见他的回应，将他整个人包好抱了起来，看了眼床榻上被自己一脚踹晕过去的人，转身抱着陶七七出去。让开！白子嫣被吓了一跳，进去的明明是齐王，怎么出来的变成了安陵怀疑？远远的，南宫瑾几人被引过来，后面还跟着三公主和几个刻意要跟过来的。白子嫣见到眼前的状况，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。安陵大将，你这样是要让我们王府丢脸吗？你这样闯进王妃的殿中，将人带出来，是要败坏你们两人的名声吗？安陵怀疑，今日你敢踏出我玉王府一步，我一定杀了你。安陵大将，还是请你将人交还给六哥，我们只当你是喝多了，不计较这件事。本大将就要计较这件事。今日你南宫瑾大婚，由得自己的皇兄在自己王妃殿中对他强行无礼，我将他救出来，你怕了是不是？你说什么？怎么？你自己做的事情你不清楚？你的皇兄还在王妃殿中昏迷着，用我拖出来给你看看吗？蓝君言听到安陵怀疑说这事，冲到几人面前，上前就要跟南宫瑾动手。还好瑞王拦住了蓝君言，没让他动手。冷静点，蓝君言，你不想活了？他们不动手，三公主却可以。他推开众人，上前给了南宫瑾一耳光。你就是这么对待七七的？一个女子最注重的名声，六哥，你就这样急于毁掉？南宫瑾脑中一片混乱，又被三公主这一巴掌打醒，看向了陶七七。七七，我没有，你相信我。被安陵怀疑抱着的人始终一言不发，听着这场闹剧，如今听到南宫瑾的声音，才咧开嘴角。我今日要休夫，自今日起，我陶七七和他南宫瑾再无瓜葛。我今日要休夫，自今日起，我陶七七和他南宫瑾再无瓜葛。本王不语。你拦得住我吗？你是本王的王妃，本王说过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玉王府。怀疑，你有匕首吗？借我用一下。七七，不要做傻事。我还有什么傻事能做？安陵怀疑拔出腰间的匕首，递给陶七七。陶七七接过后，利落地抓住自己的一缕头发。南宫瑾看着他的动作，就知晓他要干嘛，猛然间瞪大了双眼。七七，不要！匕首被磨得非常锐利，一截短发已经出现在陶七七手中。女子伸出手，将手中捏着的青丝扔下，语气淡漠：你我夫妻从今日起孽缘尽散。陶七七抬手勾住安陵怀疑的脖子，靠在他的怀中。怀疑，我好累，你带我离开吧。心痛到极致，陶七七一滴泪都流不出来。安陵怀疑抱着陶七七从南宫瑾身边走过去，所有的人都给他们让出一条路。我真是看错了人。恭
喜你啊，达到你的目的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都听不懂。这誉王府有你在一日，本公主就不会再踏进来一步。